今天起了个大早来营地，我们选择了一个离市中心20多公里的山上荒地改造院子，体验一下圈地的快乐。就是画风有点像刚多钱啊！锤死！思考了很久，我们决定用3个集装箱来做搭建。由于是在荒地上，为了解决地面沉降和潮湿问题，定好了位置，还师傅提前做好了水泥墩子。联系好了集装箱老板，选了3个看起来最顺眼的。运到现场开始吊装，不得不说还得是老司机。最后来看下效果吧，已经能想象出完工后的样子了。我们选择了一个离市中心20多公里的山上荒地改造做院子。今天准备采购一波钢材和木材、集装箱的外墙漆，还有上下水管道。钢材就花了5000多，应该没有被坑吧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外墙漆的颜色，这么多灰绿都好喜欢，就选这个西风绿了。回营地下完钢材，提前网上买的土工布也到了。铺完就看不见这黄土了。这个中间我们准备搭建一个大的地台，市面上的地台造价高，用料太薄，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搭建。在鱼上面找到一家卖跳板的，果断下手。就这木材到了就开始下雨，算了吧，今天就到这儿。我们选择了一个离市中心20多公里的山上荒地改造做院子。前2天下了场雨，黄土变得像胶水一样，简直寸步难行。看来还是要先把石子铺上。咨询了卖石料的老板，我们决定要10多吨碎石。你10多吨的话不好安排，一车就是30多吨。院子门口的路比较窄，车加上石头的重量，司机害怕运输进来把路给压烂了，没办法，只有下在路口了。找营地借了个小推车，尝试着拉了几车，果断放弃，还是找2个师傅来吧。提前挖好了上下水管道的路线，今天水电工师傅过来安装，明天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这师傅可真猛，1个上午的时间车轮就报废了。换好轮子继续。铺石头的时候忘记录视频了，最后来看一下效果吧。我们选择了一个离市中心20多公里的山上荒地改造做院子。今天搭建这块区域的地台，后面这个地方我们想挂个幕布，平时看个电影啥的。办派对的话，这个地方就是舞台。风师傅想了下，先用活砖统一高度找水平，再放钢管，最后把木板横着放在钢管上，打好螺丝固定，就很稳当了。钢管量水平就花了1整个下午的时间，开始铺木板了。有的木板长度会有个10厘米左右的差距，挑选了下尺寸一样的放在一起，后面不整齐的就再补板。经过了1天的努力，终于铺完了。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继续。昨天花了1天的时间搭好了地台，今天工作量还是很大呢。因为说的是2手跳板，上面全是附着的水泥，需要用角磨机加钢丝轮把上面水泥抛下来。朋友知道我们上山了，想上来耍，那太合适了。后院的石头还没铺完呢。看这段视频的时候，发现防毒面具替我挡下了所有，花了1下午的时间，终于抛完了，看着舒服多了。最后打个螺丝固定一下，这下怎么造都行了。
打螺丝那会儿，风师傅已经开始设计楼梯该怎么做了。咱就说有个会电焊的男朋友还真的省不少钱。有个会电焊的男朋友是真的很省钱呀。我们花了3天时间在这边做个楼梯，实在不想爬梯子上下楼了，承重结构固定好，开始做台阶踏步。开始了。量好尺寸就依着循环切割焊接。休息了会儿，听到啥动静？这不是奔跑的羊肉串吗？台阶焊完，用水泥加固一下红砖，后面才发现楼梯踏步的木材不够用了，又跑到木材市场采购了一波，回来切割好直接铺上，后面再一起刷漆。终于不用爬梯子上下楼了。2楼我们准备做成卧室，现在看到的位置，我们喊师傅做了个落地窗。前2天不下雨，早就给你搞好了。集装箱运输过来第2天就喊师傅过来量尺寸，定制好了玻璃。前2天下雨的原因，延后了工期。1楼这边我们也开了个窗户，用来采光。集装箱的保温棉会咬人，太佩服师傅这无情铁手了。集装箱顶上这么好的风景，不做露台太浪费了。先刷乳化沥青，再铺上防水卷材。为了保护顶部脆弱的结构，用钢结构把重量转移到主梁，最后再铺防腐木板。这个工程远比我们最开始想象的要复杂的太多了。前2天把落地窗做好了，2楼我们准备改造成卧室。今天在这个地方开上门，一直很喜欢实木门的质感，于是在网上找了项符合我们要求的，一看价格1800一扇，直接劝退。二手市场是个好地方呀。最后450买了2扇实木门，根据门的尺寸，风师傅做好了门框。再在集装箱上切割门框的尺寸，就这难度真的太大了。还好有个动手能力强的男朋友。快消息！跑下去戴了个口罩，回来继续给你们录视频。玻纤棉的纤维接触到皮肤会很痒，非专业人士请勿操作。门就安装好了，等结构做完再把这门改造一下。往上。正好。切割机噪音太大，耳朵要保护好。最近一直有朋友过来玩，避免摔跤，干脆把楼梯扶手先焊上。对面的客人嗨得不行，然而我们在这边加班。这2天一到晚上就会下雨，雨水打在集装箱上，声音很吵。还好有隔音耳塞，得赶紧把露台做好，木板铺上就不吵了。开始搭建3楼的楼梯，台阶踏步的跨度得控制在25厘米的高度以内。之前加班，在后院延伸出了一个小平台，做个转角楼梯。
这几天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加班，焊条都用了100-200根了。疯子负责焊接，我就切割他需要的尺寸。感觉这个距离很近耶，哪个？就中间那个，这边和这边吗？这个中间这个啊，没事，我说的，你放稳板子就行。昨天做露台忙得太晚，导致睡到下午才起床。在网上花了900块定制的折叠窗，今天给装上。终于干活了。到时候这里就是吧台了，还是老办法，做好框架再切割安装。之前有网友说电焊太闪眼睛了，我就把最闪眼睛的地方掐掉了。难道只有我觉得电焊的火花很好看吗？对。打个螺丝固定一下。之前淘的实木门也一起安装上，集装箱自带的门单位进出太不方便了，准备直接封了，在旁边重新开一个。最后来看一下效果吧。折叠窗下面的空缺后面再封起来，得想办法把这间渣处理掉。这几天起床手指关节都是肿的，后院下面这块地营地全部撒上了麦种，很是期待明年春天呢。最近一直加班到早上，时间差完全捣乱了。为了省钱，能自己做就自己做，还好有个动手能力强的男朋友。整体结构做完，终于可以开始装室内了。今天在1楼这个箱子里面做个隔断，这边我们打算做成8分袖，疯子裁好尺寸我就组装上。今天争取把地板也铺上。大家千万不要买白色的墙纸，当时我就想着室内看着光亮点，现在后悔死了，太容易脏了。地板也是在二手市场淘的，26块钱1平方，太划算了。地板终于要铺完了，最后这一排有点难度，交给他了。有粉丝朋友私信问，这几天咋没更新院子视频？前2天下了趟山，回来睡了一觉，发现自己阳了。网上买不到布洛芬，浑身酸疼。今天铺露台，只有让疯子来了。防腐木是在木材市场买的，3米长，当时买成12块1张。这个地方我们准备摆个小沙发啥的，平时围炉煮茶、喝咖啡、煮红酒，放松一下。
下午最后一抹阳光洒进了院子，太舒服了。就这集装箱的颜色越来越看不下去了，等我再恢复2天，就把这颜色改了。朋友还想上来涮火锅，虽然吃着没啥味道，可是氛围太舒服了，吃完直接睡着，他获得了婴儿般的睡眠。上个星期阳了，还没完全恢复，呼吸冷空气就会咳嗽，我就先忙活室内吧。自从上次在泰国旅行睡过乳胶床垫之后，就一直恋恋不忘。之前一直都是租房，经常搬家，没舍得买，这次必须安排上。在网上买了乳胶床垫，已经到货1周了，卧室还没开始装，就一直没拆。想要集装箱住起来像家的感觉，所以地板必须铺上。昨天晚上提前铺好了防潮垫，地板铺上就可以开始做床架了。今天把墙纸也贴上，想着之前挑选的集装箱外漆的颜色，我选了这个淡绿色。想把这个灯先预留着，怕后面改装需要用到。经常为自己的身高犯愁，不贪心，再长高那么个10厘米就好了。墙纸快贴完了，可我这床架该怎么做好看呢？颜色当时选的这个西风绿，感觉调浅了一个色号，不过也还不错。最开始的样子还记得吗？来看看现在的样子吧。大家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终于对悬浮床下手了。在网上看过案例之后，发现25厘米的高度最合适，加上15公分厚的乳胶床垫，坐着刚好。为了节省卧室空间，所以床架我们就做1.5米乘2米。床脚的位置我们定的离床边35厘米，再给床脚套上防滑垫，试试会不会侧翻呢？当然会。没铺床垫一坐就翻，乳胶床垫很沉，得有个100多斤，铺上应该就不会侧翻了。太合适了，我睡觉喜欢翻身，有了这个乳胶床垫，再也不会吵到它了。对了，这衣柜是在鱼上面花450淘的，可费了不少力气呢。窗帘也挂上，花了54块买了2条窗帘滑轨，先挂一层白纱，再挂一层遮光窗帘。等后面收拾差不多了，再给床底安装灯带。今天就到这儿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晚安。
我们从这样改造成了这样。集装箱的主体改得差不多了，这几天喊了俩师傅来做院子围栏，这么大个院子，工作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院子里的桉树光溜溜的，像电线杆子一样，显得有点空荡，缺点小树来点缀一下。刚好前2天出去溜达，发现了几棵和我们院子很搭的小树苗，收拾一下准备出发。是时候给他们搬家了。这个叶片看起来很像含羞草，有网友知道这是什么树吗？走的时候盯上这棵大的，立马把师傅喊来帮忙。为了能让树活下来，得把树枝修剪一下。住在山上最不方便的就是倒垃圾了，种完树之后收拾垃圾都花了2个小时，这是第3车了。最近有很多朋友对我们住上山有很多疑问，我会尽快单独出一期来告诉大家。集装箱的主体改得差不多了，得开始做细节。今天把之前种的花苗移植到这个角落。担心桉树吸氧的能力太强，自己调了些营养土，先打个底。买了彼岸花、小苍兰，还有香水百合。对植物的了解还太少，有朋友推荐下买哪些植物种在这儿合适呢？买回来的时候才知道，百合对猫咪来说属于有毒物质，所以打算用剩下的材料单独做一个花盆，再把它们放在猫咪接触不到的地方。这花盆越做越觉得不对劲，一不小心做成了马路绿化带同款了。我决定碳化一下，来提升它的颜值。看起来好多了。没有团队，改造、拍摄、剪辑都得自己来完成，更新不易。下一期我会解答一些粉丝朋友的疑问，记得来看哦。一转眼来杨村已经2个多月了，当时决定入住也是机缘巧合，我们想要一片远离人群的小天地，而这里刚好合适。在分享院子搭建的这段时间，大家产生了很多疑问，今天就为大家解答一些问的比较多的问题。今天带你们看一下杨村，关于土地使用和搭建的问题，入住前杨村已经规划好了，感兴趣的可以联系这个。有很多网友说我们只是为了作秀博眼球，我只想说生活是自己的，眼见为实。这是阿明的树屋，上面可以看夕阳，有想参观的朋友在评论区留言。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集装箱的位置了。被问的最多的就是水电问题，营地的水电、下水这些基础设施都是配套的，而且很方便，就在我们院子旁边。楼梯下面的空间我们做成了沐浴间，还有网友问上卫生间怎么办？从我们院子走到卫生间2-3分钟就到了。林地这边也会修建一个卫生间，以后上厕所就方便了。很多朋友担心集装箱保温的问题，这个集装箱自带一层保温层，室内面积较小，加上空调和普通小区建筑的性能不相上下。最后一起来感受一下吧。
走嘛。每天进进出出10几次，睡觉的时候不给开门，就骂骂咧咧的。是时候把猫门装上了，顺便把这看起来像公园的厕所门改造一下。看我徒手抓黄蜂，还是算了。再把表面的漆给抛掉，还原木头的颜色。凹槽里面实在不好磨，还好男朋友工具多。还记得前面的黄蜂吗？可能是天气太冷了，飞到昨天晾的衣服里面，把男朋友遮了一下。猫门买回来好久了，安装上毛孩子们进出就方便了。最后涂上一层防水防腐的木蜡油。最开始尝试的时候，会因为猫们的回弹力感到害怕。还好它们适应能力还不错，这一下不用起床给它们开门了。在这家角落发现这个，最后花了400块才买下来，这拿回去还得重新泡一下。之前有网友问隔音耳塞用的那种，就这种最普通的，用之前搓一下，再塞进耳朵里就会慢慢膨胀了。每次坐高铁的时候我就会备一副。里面是真的很难抛，抛完整个柜子都亮一些了，再用细砂纸抛一下，这样摸起来就会很丝滑，搬上去摆一下看看。为了拍摄美观，先拿块布遮一下。最后来看一下效果吧。还是自己做吧。之前男朋友焊好的悬浮床框架一直没有包边，经常会把腿刮伤。砍一刀软件上买的材料终于到了。灯带花了50，防撞条花了23，今天就把这床整规矩了。先把这防撞条裁剪成合适的宽度，再把它贴在钢管上，再把之前买的人造革裁成合适的尺寸包裹上。别问我为什么用人造革。背面也给它钉上，再把灯带安装上。买的3米长的灯带，背面自带粘胶，围着里面的立柱围上一圈，再用配套的卡扣把接口固定下方位。全程最难的就是搬这个乳胶床垫。
买灯带的时候还配了个遥控板，看下效果。我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。你说床尾这挂一个投影仪怎么样？太难聚了，还是喊男朋友来吧。再把之前剩下的木板裁成一样的长度。最后打螺丝固定一下。这么丑的门得改造一下，先喝点茶晒会儿太阳吧。第一次种花不太会布景，能看出这个时候的我有点迷茫，网友们帮我参考一下，这样好看吗？这盆虎尾已经爆根的看不见土了。最后再浇透一次水，有了这玩意儿就不用提着水桶满院子跑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。院子改造了这么久，感觉进门差点仪式感，那就用我囤了3个月的树墩子给它升华一下。今天男朋友是主力，先把规划好的区域挖个20公分深，开工。再把树墩子放进去。特别喜欢树墩子上长满苔藓的感觉，你们说怎样才能种出这种效果呢？再把之前买的木香花绕在大门柱子上，应该早点绕的，这会儿都长出好多分芽和花苞了。最后来看一下效果吧，好期待木香爆花的样子呀！今天就把这么丑的门改造出来，这个门框比较结实，先让男朋友来个徒手撕门。之前有网友说用脱漆剂会方便很多，可能是我的方法没对，只能脱掉表面一层，颜色达不到我想要的原木色，所以还是老办法，先用砂轮给它抛掉一层。有点尴尬。再用这个导叶轮给它打磨一下细节。最后上一层木蜡油，再给它安装回去，这个颜色看着就舒服多了。旁边我打算再种点绿植，后院长期晒不到太阳，网友们有什么耐阴的植物推荐一下呗。集装箱出厂配的窗户太普通了，感觉这个设计就只是为了通风。一直很喜欢原木质感的装修风格，所以我联系厂家定制了窗户，等了半个月终于收到了。可是我以为我收到的会是组装好的，还得先把窗框组装起来。你娃儿有点烦哦。
想让窗框更深入一点，害怕下雨渗水，还得把原配的卡槽切掉。窗框的陈年老垢也得擦掉，再打上结构胶。最近有很多朋友逛到我们院子里来，没有，我们就出来找耍的地方。也有网友私信说想过来玩。1楼我们会对外开放，后面可以过来喝咖啡、聊聊天、放松放松。再刷一层木漆漆，装上定制好的玻璃。最后来看看效果吧，以后喊男朋友就更方便了。疯子，啊，你不要直呗。再把黄图翻一翻。哎，我来。试图证明我能行。别开，哎呀，你这样挖你挖等我真的把这个铲直了。挖好了，开种。这棵冰杉刚买回来的时候就种下了，旁边为了拉开层次感，先种一盆波士顿蕨，再来一盆男朋友喜欢的虎耳朵。我就玩个泥巴，你们别管我。为了驱蚊，还在院子的各个角落种上了迷迭香和驱蚊草。今年夏天看看这玩意儿是否有用，再摆一张可以坐下来放松的板凳，最后浇透水，来看看效果吧。Season time I know it's been before. Close the curtains, what you waiting for? And I've been keeping secrets till I'm in the ground. 终于知道桉树为什么也俗称抽水机了，每次浇水要花费好长时间。网上一直流传桉树林里种不活其他植物，在这里给大家辟个谣吧，只要水和肥给过就行。院子里种的种类还比较多，欢迎大家过来参观。我们院子1楼也马上快完工了，欢迎各位朋友过来找我们玩。妹。